李小龙从小学演戏，美国上大学时选读了演艺专业，选修哲学，所以他个人有极强的魅力，非常擅长语言、形体、眼神的展示，而哲学更是帮他把思想的境界提高到更高的层次。这些有益于武学，但不是武学的基础。武学的基础是运动解剖学、运动生理学、运动力学、运动营养学、专项技能学。以阿里当年的训练时间、运动量，阿里至少每天要保证5个小时的训练，还需要大量的时间休息恢复身体。李小龙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时间？所以李小龙的专业技能、体能、竞技格斗经验量都是不够的，这是他现实中打沙袋的水平。还有上面他教学百拳、侧踢腿法，如果说放在那个年代是对的，那么放在当下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注意，这不是电影，是里的教学图片。教学是很严肃的事，动作都有这么多问题，深层的理论更不用说了。很多人盲目推崇截拳道，学习他的精神，适当的防身很好呀。可是，如果要把李小龙的功夫全盘学习，去比赛，去走这条武学的路是错误的。成年人练练无所谓，小孩子你练截拳道练再好，国家不会承认，教育局不会承认，中国武术协会不会承认。想获得国家运动证书没办法，想考体育院校没办法。为什么截拳道学不被国家承认？因为很多方法与现代体育学、散打、摔跤无法接轨。当时的理论知识咋个现在的比？这就是和上面的答主说的，把牛顿放在现在来看一个道理啊。当时李小龙的减肥方式在现在看来是极其错误的。问题是当时也没有什么流传开的好的减肥方法，而且诸多健身运动理论，哪怕是前几年的理论，都能在今年被推翻，何况几十年前、10年前仰卧起坐还是标准腹肌锻炼法，现在呢？而李小龙的搏击技法与理念放在当时就是无可比拟的存在。从贡献影响力的角度看，李小龙是非常了不起的；从体育训练的角度，李小龙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如果你把李小龙的书籍和现代或同年代的运动训练学对比，其实很肤浅的。他的大量内容标题其实也是借鉴了同时代的理论。他对于武术的感悟倒是很独特，但也是仅仅感悟，方向总体是对的，但具体的落实就很空洞。训练学不是电影，它是需要培育出有成绩的运动。这一点李小龙根本做不到，这就为什么现在一提起李小龙就感觉很牛逼，一说到真实的截拳道传人擂台战绩就不成功。